请问空姐跟机长，私生活真的很乱吗？单身吗？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要如何交到像你一样美丽的空姐女友？好害羞。其实我觉得航空业不难考，对，刚进去的确会非常辛苦。你只要可以让考官喜欢你，你将来就可以在飞机上让。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那我之前在 IG 的问答上面有问大家，就是对空服员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地方，然后收集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今天就是要来一一的回答大家，那就看下去吧。自我介绍，我是在日航6年的空服员，平时的兴趣就是赚钱、外拍、运动，偶尔经营一些自媒体。最近一直很努力的在更新我的影片，还有一个正在准备的工作，那之后会分享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好，那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要离职？那我觉得主要可以分成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空服员的工作形态都是必须要调时差或者是一直熬夜，每次在熬夜的时候我都觉得蛮痛苦的，尤其是晚上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可是我却要在飞机上面工作，就是不喜欢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一直熬夜蛮伤我的身体的，只要飞出国，我的下巴都会一直长那种很大颗的那种脓肿痘，不是那种白色的粉刺，它是真的是很肿的痘，放假的时候却不会长，身体会蛮煎熬。而且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在生病，不是肠胃炎就是发烧，然后不然就是哪里出问题，但还是有组员可以适应的非常好，他身体也是非常的强壮，但是我还是不想要这样的形态一辈子，所以身体健康是我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好害羞，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笑？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空服员的长班忧郁？空服员只要飞出国，尤其是飞长程航线，其实都会非常的忧郁。大家都想说，你们可以出去玩啊，不是很不忧郁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组员都没有互相认识，就那种感觉就像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跟一群跟你不太熟的人关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要跟不同的人合作，一起工作，在那个环境下，我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而且每次到外站的时候，大概都会停留24或者是48小时，那段期间我会觉得蛮孤单的。那当然就是有时候跟好朋友一起飞会真的蛮开心。再来还有一点是像长荣航空或者是华航，他们空服员都是从台湾飞到美国，天数就大概抓4到5天。但日本航空是从台湾飞到日本停留1天，隔天再飞到美国，这样子的天数大概就要7天。每次要飞长班的时候，我都要去买一杯德政来抚慰我悲伤的心灵。再来第2个离职的原因就是我当初进航空业预计就是待2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约是2年，所以本来就没有预计想要当一辈子的空服员。大学毕业的时候考航空业，我预计就是我要在航空业存到100万，我就要离开了。我觉得这不会是我想要做一辈子的工作，自己是喜欢规律的作息，不能每天晚上好好的睡觉。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薪水稍微低一点点，可是我可以每天规律的作息。好，再来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去日本航空日文要很好吗？好，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不用。我们公司面试的时候，你只要会英文或者是日文其中一项就可以了。那我是淡江英文系毕业的，完全也没有学过日文，所以我是零基础进公司面试的。如果你不会日文的话，公司在受训的时候会提供日文课给大家。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间大概是2个多月，在那2个多月上课的时候是用英文，我们也会有日文课。那日文课都在教怎么跟客人应对进退，比如说你要喝什么饮料，欢迎登机，还要进行 role play， 就是你同学扮演客人，然后你扮演空服员，你要怎么跟客人对答，种种的日文都会在那个时候教给我们。对，刚进去的确会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听久了就会了耶。我刚开始也蛮挫败的，因为虽然受训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组员的英文都不错，你如果听不懂你就用英文问他，请他用英文讲。但我实际在飞机上我发现没有人上班的时候在用英文。最挫败点是上飞机发现大家都在讲日文，然后我全部都听不懂，然后又不好意思问，就很尴尬。所以也是自己摸索了蛮长一段时间去抓到那个大家一起上班的节奏，听不懂就问，你多问你就多学这样。最常讲的应该就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ご到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比如说今天的菜单是海鮮燉飯、シーフードドリアでございます。お飲み物いかがでしょうか？客人就会说コーラ，还有人会说ハイボール。对了，我现在讲英文有点日文腔。好，接下来我看
等我一下。然后有人问说航空业是不是很难考？日航也有日文检定限制吗？其实我觉得航空业不难考，因为最近很多家航空公司都在招人，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日航没有检定的限制，有些人 N1、N2 也还是被刷，所以日文能力不是唯一的通过标准。地勤的话，我有帮你看，去年我们公司有招募，然后它的多益门槛是550分，会日文加分，所以没有一定要会日文哦。进公司都会再学。离职后制服可以自己留着纪念吗？不行，都要还给公司。有考过哪几家航空公司？我考过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厦门航空、日本航空啊，我还有考过卡达航空，但第一关就被刷掉。怎么理财呢？在公司当然薪水还不错，我其实还有兼职外拍，资产我1/3是投股票，然后剩下就放着了。如果我讲的不太详细，可以再多问，之后再回答大家。想询问你这份工作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领薪水，还有下班，最开心的。每次上班就会好累哦，可是下班的时候就谢谢。客人下飞机我都超开心的，因为我就代表我要下班了。客人就是离开下飞机的时候，就会你跟我在吗？然后心里就是超快乐，好废的空服员哦。最不喜欢的部分就是熬夜啊，飞美国班啊，就觉得好忧郁哦这样。男生有机会进日航吗？有机会。去年进公司那一期有2个男生，今年有一批也要进来了，有4个男生，所以男生有机会。我觉得日航很缺空少，所以赶快来报名。如果明年有再招的话，我会再提供资訊给大家。加入の CA をやってきて一番大変だったことは何ですか？日本語は一番大変です。日文是最难的。想知道日系航空的职场环境风气，身为台湾人和同事互动有遇过什么问题吗？毕竟是日本，所以都很重视礼貌，还有挨拶就是打招呼，他们很介意第一次见到人的时候，你要跟他自我介绍说你是谁，因为我们刚进公司是最菜的，那姐姐们都很厉害，什么事情都会，所以我们不懂都要问姐姐，要展现出我们的谦虚跟礼貌，让姐对我们有好的印象，才愿意教我们更多，然后在飞机上也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视礼貌。想请问日航台籍组员刚开始会常飞什么线？主要是台湾、日本是一定会有的，接下来就会飞美国、雪梨。我这6年来有飞过胡志明、吉隆坡、雪梨、夏威夷、达拉斯、芝加哥，差不多。我觉得近几年我们公司还蛮常换航线的，这几个月会换成吉隆坡跟伦敦航线。接下来想进航空业的应届毕业生，没有服务业经验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没有到一定，也是有人没有打工经验还是有上。如果你没有服务业经验或是打工经验，那你就可以用你的日文社团经验来说服考官说为什么你适合当空服员。你至少要有其中一项可以拿来说服考官，把自己打扮好，看起来像一个空服员的样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日航规定会很刁钻吗？排外性严重吗？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点点严重，就常常听到谁被日籍组员欺负什么的。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我觉得日本组员都还蛮亲切的，基本上我遇到了95%都是好人，所以不用担心。请问日文是要 N1 吗？我日文也没有 N1 哦，我日文只有 N3。我当时候考 N2 的时候，我差1分通过，所以我 N2 也是没有通过的。空服员毕业后最多人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因为我身边毕业的同事都是跳回台湾的航空公司。但有人是家有钱老公当贵妇，然后也有人去做美业吗？或者是代购，也有听说有一个学姐当房东，所以不一定呢。我觉得任何行业都可以，只是你在当空服员的时候，你为了接下来的路做了什么准备？业务有听说蛮多的。在日航工作会不会有外国人不公平的问题？多多少少有一点。日本组员他们有些妈妈因为要顾小孩，所以他们可以只飞短班，不要飞长程线。但是台湾组员给你什么班你就飞什么，不能要求我只要短班，没有，台籍组员就没有这个。发现 FA 离职率高是我误会吗？对，空服员的离职率算高没错，但是华航的离职率不高，所以看公司。懂我意思吧？请问什么星座？单身吗？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水瓶座，有男朋友。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帅的吧。帅的、忠诚的，这样。住在日本吗？没有，我一直都是住在台湾的。
日本航空的面试流程，首先呢就是网络上的招募，你要上传多益的成绩版，600字的手写应征理由书，跟一些你的个人资料跟照片。上传完之后呢，他会告诉你有没有通过。通过了之后，第一关会去6个人一组面试，大家就站着，好像就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而已。再来第二关是3个人一组，面对3个考官，然后这时候就会问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第3关呢就是1个人对8到10个长官，都是日本航空的大官们，他会针对履历上面的问题一一的问我。我那时候就是被问说什么打工的经验啊，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啊，然后我家有几个人啊，然后问我会不会日文啊，会深入的来了解我这个人，然后决定要不要选我这样。那大家都很好奇说考日航空服员的标准是什么？我之前也有偷偷的问过，他们那时候回答我是说看这个人的样子，穿上制服有没有符合日本航空的形象，所以你们在面试的时候要把自己装得比较日系、干净、优雅、大方，不用到大浓妆，但也不要到很素颜，干净的样子，亲切的脸。你可以去查日本航空的那个官网或者是影片，去看他们的日本空服员大概长什么样子，尽量把你的妆法朝那个方向努力。这样有回答到或想知道日航台籍组员是不是几乎飞台湾、日本、中国、日本？没有，台湾组员是飞台湾、日本，中国线是给上海的组员飞，所以我们是没有飞中国的航线。然后能不能分享日航面试的问题跟准备？迪卡上面应该蛮多分享，你可以去看看。我自己准备的话，因为我有3个一起准备空服员面试的朋友，我们4个会在每个周末约在咖啡厅练习面试，讨论那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互相讨论，互相练习。我觉得可以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一起练习。中秋节快乐！想了解这种节假日航空业是不是比较没有时间过呢？我们都是排班制的，如果想要在那个时间过节的话，就提前请年休，那就可以放假了。像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休假的，我比较喜欢休平日。有人问平均飞时跟薪水待遇，平均飞时是大概做到60-70差不多，我自己飞最多大概87、88左右。我们的薪资算法是底薪，那底薪会每年一点点慢慢的增加。另外一个是飞行津贴，你飞多，那你钱就会比较多。再来一个是外站津贴，外站津贴就是你在外站停留的时候，公司要给你的算是出差旅费，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薪水。之后要做什么？还是要当网红接业配？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当网红，或者是靠做自媒体。短时间之内我没有办法，我会饿死吧。你多高？164公分。我是哪里人？我是高雄人。有载过的客人说，前几个月前在一般雪梨飞冬季的班机上被你载到，今天 IG 意外滑到毕业文，真的很巧，毕业快乐，谢谢，我还记得你。有考虑或报考其他的航空吗？没有，不考虑再回航空业了。日航是不是不能有刘海？可以哟，后来解禁了，可以看有刘海的照片。但是我觉得刘海蛮难整理的，因为刘海会先上那个卷，变蓬蓬的了，然后再喷定型液，喷完定型液之后再把它梳整齐，再拿头发的胶水粘住，不然上飞机的时候它会一直跑。这个边边真要一直粘住，让它完全固定。我觉得大概要花10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还是旁分比较快。空姐飞到一个目的地可以顺便去旅游吗？可以呀，如果你不累的话。但我自己是每次飞到外站回饭店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跟睡觉。请问空姐跟机长私生活真的很乱吗？以前听别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乱，我不知道别人的状况。但是我们公司的话，我觉得我们公司的空服员跟机师都有一道墙，就是他们好像不会说太多话。一起搭交通车的时候，比如说隔得远远的。我在公司的这6年啊，只有飞美国班大概2次有遇到机长说要请组员大家一起聚餐，就真的2次。有组员是不太想去的，就是不想要下班的时候还要跟同事社交。那你们公司内有没有机师跟机组员搞上的？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有组员说她老公是技师啊，是不是同一间公司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的是，因为空服员的社交圈蛮狭窄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圈很难交到男朋友。你身边有机会相处的男性，可能就是机师。有人就是因为这样交往然后结婚的案例蛮多的，看长蛮多的，对啊。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工作性质一样，话题都对得上，然后又可以一起开票出去玩，所以这样一起结婚交往，我觉得是的确还不错。那你有没有身边朋友跟已婚机师搞上的？没有，已婚太夸张了，又要被告吧？没有听说过这个，有的话再跟大家说。30岁还有机会进日航吗？
日航喜欢白纸，他喜欢懵懵懂懂然后涉世未深的。要如何交到像你一样美丽的空姐女友？你这么会讲话，应该很快就可以交到女朋友了。今年受出好多次，想问演员真的决定一切吗？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吧，因为考官毕竟也是人，他们会有主观的想法，也是正常的。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让自己亲切，然后笑容可掬，看起来好亲近。你只要可以让考官喜欢你，你将来就可以在飞机上让客人跟组员喜欢你，这样子。有人问我说受训怎么熬过去的，以及受训的内容流程。受训我不会觉得是熬过去的，我觉得是很享受那段时间的，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受训，有零用钱可以拿，还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一起上课，一切都是很新鲜，又可以学新的东西，又可以学日文。然后那时候又是住在日本的宿舍，然后假日还可以在日本玩，我觉得很快乐我完全不会觉得熬。的确学那些新的东西是有点辛苦啦，但是我是蛮享受那段时间的。受训流程呢，就是先在台湾上关于公司文化的课，接下来呢就会到台湾的日文补习班上日文，2-3个礼拜之后就会把你们丢到日本受训，在一个全部都是日本人的环境上课，然后在那边会学一些真的是飞机的技巧，会先从安全上起，之后教服务，然后中间都会穿插一些日文课，然后这些全部上完了之后呢，就再回台湾做 OJT 完了之后就正式上线了。好像差不多了耶。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有什么我还没有回答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然后记得要按赞、订阅我，这是我的第一个影片。其实我真的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讲话，好害羞。